In today's listening practice, I'm going to share a tiny bit of my language learning journey, along with 3 tips to help improve your language skills. If you're keen to work on your reading skills too, you can find the transcript with detailed explanation for this video on my website. Before we jump in,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Have you ever tried shadowing exercises? I swear it's the best way to level up your speaking skills. I'll explain it briefly in Mandarin in today's 3rd tip. And just a heads up, you can use all the listening practice videos I've made as shadowing material too. 一举两得 in it? 在国外的生活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学习语言绝对不能仅仅依靠课本和老师。通过了最高级别的考试，不代表你可以流利的用外语沟通。学习了很多词汇和语法，你还是会有听不懂说不出的尴尬时刻。中文里有一个词是哑巴英语，这是一个在中国很普遍的英语学习问题。它的意思是，人们可以读懂复杂的英文文章，甚至可以用英文做学术研究，但是口语水平却很差。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学习语言的故事和心得，希望能对你的语言学习有帮助。从小到大，我一直在学习语言，我会说3门语言，中文是我的母语。除了中文，我还会说英语和日语。我的外语学习之路从小学3年级开始，当时英语是学校里的一门必修课，也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中文里有一句俗话是万事开头难，它的意思是做什么事都是开始的时候比较难。刚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我当然也遇到了发音不准、记不住单词和语法这样的困难，但是学习英语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也是我开始了解这个多样化的世界的第一步。我在大学选择了日语专业，并在大2到大3时通过了日语能力考试 N1 级别。大学毕业后，我去日本留学，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在日本的生活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练习口语能力的重要性。我至今都记得刚到日本时那些尴尬又搞笑的经历，因为缺乏口语练习，就连出门买东西这样简单的小事我都要做足心理准备，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和店员说话，他们从我的外表看不出我是外国人，所以会用地道的日语和我交流。我本来就对自己的口语能力不自信，再加上他们语速很快，所以每次我都会超级紧张，一紧张脑子一片空白，本来会说的东西全都不记得了。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喜欢自学，接下来我想分享3个我提高外语水平的方法。第一，大量输入。输入决定了输出的上限。如果你从没见过、没听过某个词，自然也不会用。保证大量的输入，这样才能对语言有足够的感性体验。我最喜欢的方法是听歌、看电影和电视剧、玩游戏和看知识性的视频。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和短语，我会去查，然后写下来，之后再跟着视频多次重复整个句子，这样不光扩大了我的词汇量，发音和口语水平也有提高。第二，在语境中学习。单词和语法不能脱离语言，语言不能脱离文化，每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逻辑，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翻译，而是要通过语境来理解和记忆。在语境中学习，才能真正理解单词和语法最自然的用法，才能做到用这门语言思考。所以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去背单词、记语法，而是不断重复学习完整的句子。我也会把新学的句子用在日常交流和写作里，这样我的大脑会自然而然地理解并记住它们。第三，大量模仿母语者。学习一门语言的最终目标就是交流，所以我会花最多的时间练习口语。我最喜欢的方法是跟读练习，这里是具体的做法。找到一个发音清晰而且内容有意思的视频，
跟读并模仿母语者的发音和语气，听到一个句子后立即复述，听到什么就说什么，反复练习，直到自己能流畅地复述整个句子。这是对我来说最有用的方法，你一定要试试。这3个方法只是我所有方法中的一部分，但是它们是最重要的。总的来说，语言学习既需要技巧，也需要毅力，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和健身一样，用对方法坚持下去，你的努力肯定会有回报。在国外的生活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学习语言绝对不能仅仅依靠课本和老师。通过了最高级别的考试，不代表你可以流利地用外语沟通。学习了很多词汇和语法，你还是会有听不懂、说不出的尴尬时刻。中文里有一个词是哑巴英语，这是一个在中国很普遍的英语学习问题。它的意思是，人们可以读懂复杂的英文文章，甚至可以用英文做学术研究，但是口语水平却很差。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学习语言的故事和心得，希望能对你的语言学习有帮助。从小到大，我一直在学习语言，我会说3门语言，中文是我的母语。除了中文，我还会说英语和日语。我的外语学习之路从小学3年级开始，当时英语是学校里的一门必修课，也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中文里有一句俗话是万事开头难，它的意思是做什么事都是开始的时候比较难。刚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我当然也遇到了发音不准、记不住单词和语法这样的困难，但是学习英语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也是我开始了解这个多样化的世界的第一步。我在大学选择了日语专业，并在大2到大3时通过了日语能力考试 N1 级别。大学毕业后，我去日本留学，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在日本的生活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练习口语能力的重要性。我至今都记得刚到日本时那些尴尬又搞笑的经历，因为缺乏口语练习，就连出门买东西这样简单的小事我都要做足心理准备，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和店员说话，他们从我的外表看不出我是外国人，所以会用地道的日语和我交流。我本来就对自己的口语能力不自信，再加上他们语速很快，所以每次我都会超级紧张，一紧张脑子一片空白，本来会说的东西全都不记得了。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喜欢自学，接下来我想分享3个我提高外语水平的方法。第一，大量输入。输入决定了输出的上限。如果你从没见过、没听过某个词，自然也不会用。保证大量的输入，这样才能对语言有足够的感性体验。我最喜欢的方法是听歌、看电影和电视剧、玩游戏和看知识性的视频。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和短语，我会去查，然后写下来，之后再跟着视频多次重复整个句子，这样不光扩大了我的词汇量，发音和口语水平也有提高。第二，在语境中学习。单词和语法不能脱离语言，语言不能脱离文化，每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逻辑，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翻译，而是要通过语境来理解和记忆。在语境中学习，才能真正理解单词和语法最自然的用法，才能做到用这门语言思考。所以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去背单词、记语法，而是不断重复学习完整的句子。我也会把新学的句子用在日常交流和写作里，这样我的大脑会自然而然地理解并记住它们。第三，大量模仿母语者。学习一门语言的最终目标就是交流，所以我会花最多的时间练习口语。我最喜欢的方法是跟读练习，这里是具体的做法。找到一个发音清晰而且内容有意思的视频，
跟读并模仿母语者的发音和语气，听到一个句子后立即复述，听到什么就说什么，反复练习，直到自己能流畅地复述整个句子。这是对我来说最有用的方法，你一定要试试。这3个方法只是我所有方法中的一部分，但是它们是最重要的。总的来说，语言学习既需要技巧，也需要毅力，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和健身一样，用对方法坚持下去，你的努力肯定会有回报。